好的，今天的重磅新聞，加納隊的巫醫太神了。在英格蘭第二輪對陣加納以前，加納非常有名的巫醫邦薩姆就成為了焦點。他自己聲稱，在2014年的世界杯期間 ，C 羅的膝蓋傷病就跟自己有關。對英格蘭比賽前，邦薩姆接受採訪說：“我正在對哈里·凱恩做一些事情，此前我已經證明過我自己的能力了，所以我知道該怎麼樣做才能限制凱恩。我因為自己的預測而聞名，我並不是希望凱恩遭遇嚴重的傷病，我只是希望他在面對我的國家的時候受到一些影響。我會做好自己的事情，幫助加納的。”而至於2014年，邦薩姆說：“我知道 C 羅的傷病是怎麼回事兒，我對他做了一些事情，對此我非常認真。之前我就說過，我會認真對付 C 羅的，讓他無緣世界杯，或者至少無法出戰對陣加納的比賽。我能做到的最好結果就是讓他因傷無法上場。這種傷病任何醫生都治不好，他們永遠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因為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今天可能是膝蓋，明天可能是大腿，後天又可能出現在身體的其他部位。也不知道準還是不準。總之，最後英格蘭隊0-0戰平了加納，並且中鋒凱恩表現不佳，全場只有3次射門。所以賽後關於加納的巫醫引發了熱議。最新消息，邦薩姆又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視頻，他說：“我現在要解除對凱恩的限制，讓他在下一場比賽中進球，而且我會去現場看你的，好嗎？凱恩，我們是兄弟，我非常愛你。”第二場比賽確實凱恩狀態太差，全場只有19次出球，射門3次，射正1次，錯失絕佳機會1次。這到底是不是巫醫真有東西呢？不過2010年加納隊那次被蘇亞雷斯是怎麼回事？按理說有巫醫，蘇亞雷斯不應該活到今天呀。好，感謝大家對老 K 的支持。如果喜歡本節目，歡迎您訂閱，也感謝您的點讚、熱推、評論和分享。好，咱們繼續。另外，轉會市場方面，羅馬諾 Here we go， 切爾西簽下了21歲意大利的後衛帕萊斯特拉。這位意大利天才的右邊翼衛拿到了一份長約，亞特蘭大也將獲得超過5500萬歐元的轉會費，還有2次轉會分成。切爾西這個俱樂部的管理層在賺錢的道路上已經越飄越遠了。但這一次屬於截胡，搶了國際米蘭的菜。但是沒有辦法，對球員來說，跟切爾西能夠簽約6+1年。21歲的帕萊斯特拉直接鎖定自己27、8歲都還有合同，所以不管踢得好不好，這職業生涯已經不用擔憂了。這樣的誘惑太大，就不知道最後切爾西堅持10年這樣的嘗試，到底能不能賺錢，到底競技成績好不好。另外，阿根廷的前鋒阿爾瓦雷斯是鐵了心要走啊。他最新在阿根廷2-0戰勝了奧地利後，他說：“現在並不是討論轉會的合適時機，但自己也不能回避現實。我已經和馬德里方面進行了溝通，我認為轉會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最好的選擇。”阿根廷已經提前出現，小組賽最後一輪可能會輪換，小蜘蛛可能和老塔羅有望聯袂首發。現在他既不想回英超，也不想去大巴黎，只想加盟巴塞羅那，而且他也不太可能繼續留在馬競，因為跟主教練西蒙尼的關係很不好。這老 K 就沒鬧明白了，兩個都是阿根廷人，馬德里競技的西蒙尼不是組阿根廷幫嗎？怎麼跟自己人關係還不好？但是馬德里競技也很強硬，他們暫時不打算出售阿爾瓦雷斯，更不會將他賣給巴塞羅那或者賣給皇馬。馬競俱樂部已經對此非常厭倦，而且極為憤怒。他們認為巴塞羅那與一名仍在合同期內的球員進行談判，這是違規的行為。此前馬競已經拒絕過一份1.5億歐元的報價，現在除非有球隊願意支付5億歐元的解約金，否則目前馬競不會讓阿爾瓦雷斯離隊，無論是去皇馬還是巴薩。所以老佛爺炒這個1.5個億真是一箭雙雕呀，不僅是自己引援的煙霧彈，還打亂了巴薩和馬競的引援節奏。但是巴塞羅那也是鐵了心，準備要重啟阿爾瓦雷斯的轉會，總價可能會報1.4億歐元，這就要看馬競了。馬競你1.5億都不肯賣給皇馬，1.4億就肯賣給巴薩嗎？個人覺得阿爾瓦雷斯這次要有充足的心理準備，想去巴塞羅那真沒那麼容易。而巴薩方面也很強硬，他們這次計劃再報價，根本無視馬德里競技威脅要起訴的警告。這件事情已經成了今年夏天轉會市場最大的懸案。但這樣的拉扯在去年像伊薩克和利物浦，就算是強扭的瓜，最後也不一定甜呀。另外，法國隊方面說是國腳奧里塞在球隊更衣室的個人衣櫃被發現放置了一盒口含煙。
這是一種源自瑞典的濕潤型的無煙煙草產品，雖然不產生煙霧，但仍然含有尼古丁，而且也具有成癮的風險。這件事情引發爭議，是因為這種產品在大多數歐洲國家都是被禁止銷售的，包括在法國和德國都是禁止銷售。奧里塞是法國人，效力的俱樂部又在德國。還有，奧里塞並不是第一个被曝光使用这種產品的球員。早在2018年，在英格蘭和意大利的一場熱身賽前，英格蘭前鋒瓦爾迪也被拍到使用了這種產品。瓦爾迪曾經公開解釋自己是加盟萊斯特城以後開始使用的，本質上 SNAS 就是尼古丁的替代品。他還說許多職業球員都會使用，甚至有人在比賽過程中也會使用。據稱，在英格蘭職業足球的環境裡面，大概有20%的球員都會使用類似的口含煙，但是這種產品在英國是屬於禁止使用的，而在美國則是合法的。好，對了，咱們巴西最受人喜愛的大羅納爾多，在看到梅西第2場比賽梅開二度以後，他進行了誇讚和評價。大羅說：天哪，梅西已經38歲了，我38歲的時候已經退役4年了，體重足足120公斤。吼吼，所以對於足壇諸神而言，這項數據足以證明梅西超越了所有的前人。如果有人配得上世界杯歷史第1射手的稱號，那毫無疑問就是梅西。哈哈，對梅西，在後來的比賽梅開二度的 C 羅，他在賽後接受記者採訪，當記者問到關於梅西的問題時， C 羅直接選擇了忽視，沒等對方說完，直接轉身面向另一個方向，還用手指示意其他的記者趕緊提問。那麼在 C 羅打入世界杯首球的時候，未婚妻喬治娜在社交媒體曬出自己在電視機前見證這一幕的照片。漂亮的羅嫂是沒穿褲子嘛，真是長得越來越好看，大腿比老 K 都粗啊。要說這種就是健康的性感，我喜歡。而在葡萄牙隊第2個漂亮的任意球的時候， C 羅用眼神做了假動作。賽後他說，那個任意球原本是由我來主罰的，但我對努諾門德斯說，咱們可以迷惑一下門將，他肯定會以為是我來罰，你用力打，這球會進的。所以比賽一開始我就告訴大家，我們要從頭至尾保持團結，我們能夠掌控的是球隊內部的事情，外界的因素很難控制。今天其他隊友也取得了進球，這正是我們的目標。今天我是全場最佳，明天可能就是別人。只要我們保持團結，我相信葡萄牙可以走得很遠。另外，在葡萄牙5-0狂勝了烏茲別克斯坦之後，年僅22歲的烏茲中後衛胡桑諾夫非常失落，所以這時候作為曼城老大哥的伯納多·席爾瓦主動上前安慰了失落的他。胡桑諾夫已經很努力了，奈何沒有用呀，整個球隊的整體太差。屬於葡萄牙直接一場球將胡桑諾夫打哭了。另外，最近日本隊伊東純也在第2輪取得了個人世界杯首球，所以他11年前在 7-Eleven 收銀的舊照片已經爆火。但那一次伊東純也也不是真的就在那裡當收銀員，只是參加俱樂部組織的實習。2015年甲府楓林官方發布了動態，新人實訓，今年同樣在 7-Eleven 便利店的協助下，組織球員到門店開展實習。所以配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伊東純也穿着便利店的工作服，擺放炸雞，擺放串類的商品，規規矩矩，認認真真站在收銀台前工作。甲府楓林現在是日本 J2 聯賽的隊伍，而據說現在在東京 7-Eleven 已經都是南亞人的面孔，別說日本人，甚至連中國人都看不到了。還有在英格蘭和加納隊打平這一場比賽中，貝林厄姆也做了一個被禁的手勢。他曾經在半場的時候和加納替補席的成員發生了衝突，當時隊友羅傑斯不得不拉住貝林厄姆，而貝林厄姆正在和對方的主教練奎羅斯發生言語上的交鋒。但真正讓貝林厄姆惹麻煩的是，他跟萊斯特城的球員喬丹阿尤說話的時候用手遮住了嘴。按照國際足聯本屆世界杯的新規定，這個動作存在被紅牌罰下的風險。不過新規定是，球員在對抗性的場景中遮住嘴巴說話，裁判就可以出示紅牌。好在這一次他跟喬丹阿尤的交流看起來沒有對抗性，但也真的很懸呀。如果吃到紅牌，貝林厄姆就要被停賽。現在的英格蘭隊第2輪打得那麼羸弱，哪還經得起這種折騰？而且老 K 說一句，這也很可能是典型的雙標，主要是基於裁判的主觀臆斷，全看捂嘴的到底是誰。說你在對抗就在對抗，說你沒在對抗你就沒有對抗。好，還有約旦隊在輸給阿爾及利亞之後，在賽後也將更衣室收拾得一塵不染，還留下了本國的特產作為禮物。所以他們儘管比賽結果不理想，但賽後保持了風度。
說什麼裝不裝的，老 K 寧願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裝一裝，都禮貌一些，友好的互相以待，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一點。好的，德國厄瓜多爾這個小組現在出線形勢很明朗，德國隊提前晉級，剩下的科特迪瓦最為樂觀，厄瓜多爾和庫拉索都必須盡全力在最後一輪爆冷，才能有一線生機。那麼先說結論，德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很較真的，所以仍然看好他們勝，比分2-0或2-1。而德國隊這邊表現出色的哈弗茨，這裡老 K 也來段冷知識，哈弗茨自己在大約9歲的時候，父母曾經送給他一頭驢子毛绒玩具，而正是這個玩具讓哈弗茨對驢產生了極為濃厚的興趣，當時就對父母放言，我長大後要養驢。沒想到在他18歲生日的時候，他父母當時經過一家動物保護區，專門為哈弗茨辦了3只真驢的領養手續，作為他的成年禮。所以哈弗茨是真的很愛驢，他認為自己的性格和驢極為相似。他形容驢是一種非常冷靜的動物，整天懶洋洋的，也不愛多幹事兒，只想過好自己的生活。我總能從驢的身上看到人性，這讓我感到平靜。而當年以7200萬英鎊的高價轉會切爾西之後，年輕的哈弗茨在英格蘭受到了巨大的輿論壓力。他就曾經說每當我輸球或者挨了批評，總覺得自己是個笨蛋的時候，我就會去動物保護區看看這些驢，我就能獲得內心的治癒和康復。所以在德國國家队，在切爾西，在阿森納，許多隊友會叫他驢子，這並不是諷刺他，而是大家知道他確實太愛驢了。後來在一次贊助計劃中，哈弗茨還特意將自己擁有的一頭小驢命名為托尼，這是用來打趣他在國家隊的中後衛隊友呂迪格，因為呂迪格的 first name 叫 Antonio。 後來2021年德國洪災，哈弗茨正式成立了自己同名的基金會，哈弗茨基金会。這個基金會不僅扶持青少年、扶持老年人的項目，而且也扶持動物福利，尤其是驢。現在他在自己德國的家旁邊已經親自飼養了4頭驢，而且通過個人的基金會和動物的慈善機構合作，又長期資助照顧了另外的20多隻失去了家園的驢。甚至在英格蘭，在阿森納，他今年還專門和英國的知名動物福利慈善機構進行合作，捐贈各種物資用於保護小驢的腿部健康。所以在最新的第2輪小組賽結束之後，在世界杯金球獎的概率排行當中，哈弗茨排名第10，他的德國队友昂達夫排名第8。從前到後依次是梅西、姆巴佩、哈蘭德、維尼修斯、奧里塞、加克波、贝林厄姆、昂達夫，還有摩洛哥的沙巴里，德國隊的哈弗茨。這一場的關鍵對位是厄瓜多爾的单后腰對上德國的輪換型中場。厄瓜多爾的3-1-4-2戰術體系在攻防兩端面對德國會產生嚴重的脫節，由於必須要主動進攻，他的兩側很可能會暴露出巨大的真空。而這一場德國隊會輪換，他們的替補球員最可怕的就是對比賽的飢餓感，想在主教練面前證明自己，再爭一下主力的位置。而厄瓜多爾唯一的進攻希望就在布萊頓左後衛埃斯圖皮尼安，由於他會頻繁地壓上助攻，所以這一側也是兩隊勝負的關鍵手。德國隊進攻的關鍵區域仍然是中路和兩側的內部，而凱塞多在這個位置對上德國在內部區域的組織，是厄瓜多爾能不能將比賽拖住的核心點。所以德國隊不會全主力，但不會主動的降低比賽強度。厄瓜多爾必須贏，反而可能讓比赛的後段變得極為開放。如果厄瓜多爾先進球，比賽就馬上會變成對德國替補陣容的壓力測試，尤其是他們要嘗試的新中衛組合。現在場外最大的爭議是厄瓜多爾主教練貝卡塞塞的帥位問題，他的未來已經懸於一線。這一屆是厄瓜多爾的黃金一代，但前2場小組賽表現令人極度失望。0-1輸給科特迪瓦，面對大禮包庫拉索，狂轟了28腳射門卻顆粒無收，尤其是整個戰術體系缺乏清晰的風格，進球效率低下，場面沉悶。聯想到他們在南美區預選賽表現很出色，一度長期保持不敗，並且高居積分榜前列，所以巨大的期望的落差已經放大了對教練組的指責。賠率市場方面，由於德國已經確定出線，而厄瓜多爾的進攻也不好，所以現在選低於 2.5 個總進球數是比較穩妥的市場的選擇。現在關於厄瓜多爾隊也有爭議，因為過去這段時間他們的山谷獨立青訓實在太強，所以在今年初的預選賽，主教練曾經將一個17歲的小將在還沒有代表自己母俱樂部山谷獨立參加任何一場職業一隊的首秀的情況下，就力排眾議將他招入了國家隊，而且當時在對陣智利的生死戰還直接安排他首發出場。
這個舉動違背了常規的艦隊秩序，激怒了多名隊內老將，也引發了巨大的陰謀論。有說厄瓜多爾足協教練和山谷獨立隊的資本聯手，利用國家隊給年輕球員貼金，來謀求英超的高額轉會費。而且這件事將17歲年輕的球員呱呱也處於極其惡劣的網絡暴力當中。主教練後來雖然極力護短，但他的態度也徹底惡化了他和國家隊裡面其他的在5大聯賽征戰多年的老將之間的關係。所以現在世界杯接連輸了2場，在國內對主教練的批判已經上升到人身攻擊的高度。那麼最後一輪小組賽，厄瓜多爾的戰鬥力會不會因為內訌打上巨大的問號呢？好，庫拉索對科特迪瓦，先說結論，老 K 看好科特迪瓦取勝，比分1-0和2-0。庫拉索這邊肯定會採用緊湊的5-4-1，重點是防守站位和快速的反擊。他們在反擊的出口有巴庫納。好，博彩市場方面，精算師們已經認為科特迪瓦在整體的機動性、高空球对抗還有門前終結能力上都遠超厄瓜多爾。在科特迪瓦參加過的11場世界杯正賽裡面，有10場都取得了進球，進球率高達91%。所以市場資金普遍看好科特迪瓦對庫拉索能夠贏2球甚至3球以上。而庫拉索作為到現在為止世界杯最具溫情色彩的草根黑馬，他們能夠第2場用極端的低位防守0-0逼平厄瓜多爾，也拿到國家隊歷史上世界杯的第1積分。但現在净勝球太少了，-6，想出現數學上的條件極為苛刻，幾乎不可能。他們不僅要爆冷擊敗科特迪瓦，還要祈禱德國在另一場比賽不能輸給厄瓜多爾。而科特迪瓦隊實力強勁，第2輪他們在領先的情況下，第94分鐘被強大的德國隊絕殺。現在大象軍團只需要1場平局就可以穩獲出線權，但他們絕不會採取保守退守的策略，全隊將全力爭勝，所以這場球庫拉索不好踢呀。OK， 突尼斯對荷蘭，老 K 看好荷蘭，比分3-0或者4-0。突尼斯隊內現在幫派林立，各種本土幫、法裔的移民幫、德裔的空降幫，球員公開炮轟足協，這支球隊可能已經喪失了戰術紀律和凝聚力，教練組也是臨時拼湊。現在有記者說，火速走馬上任的勒納爾在世界杯後也很難繼續執教突尼斯。首場比賽突尼斯1-5輸給瑞典，他上任後的第2場比賽又0-4輸給日本隊。世界杯一共就3場比賽，3場比賽期間換帥，目的就只有一個，突尼斯管理層甩鍋。而在2連敗已經確定出局以後，他們的後衛阿卜迪在採訪中淚流滿面，怒火爆發，他痛斥足協，你看看日本隊和麒麟杯時幾乎是一樣的成員，一樣的球隊，而我們是以臨時拼湊的陣容在應戰。世界杯開賽僅僅1個月前才請來新教練，球隊又大換血，怎麼可能打得過備戰多年的強隊？日本隊換的人也就1-2個吧，他們花了好幾年時間打造這支球隊，而我們呢？這是什麼？世界杯開賽僅僅1個月前弄來個新教練，組了個完全不同的球隊來參賽，這種做法怎麼可能出成績？不是說把老將趕走全部換掉就好，而球隊的構建需要1個月、2個月、3個月，臨陣才全盤推倒，還要求出成績，這從常識來說根本不可能。突尼斯足球的體制就是一旦不出成績，馬上又立刻推倒重來，再從零開始。我對現在的教練組真的很抱歉，但我對足協真的很生氣。所以新來的臨時主教練勒納爾，他的痛苦也顯而易見。他在接手球隊以後，想試圖確立嚴厲的紀律，但面對突尼斯足協內部根深蒂固的派系鬥爭和備戰期間極為業餘的安排，他也顯得無能為力。所以戰術對位方面，本場比賽最失去懸念也最致命的对位，就是荷蘭在右翼的风暴推上了突尼斯崩溃的左路。荷蘭队的进攻极度依賴他們右後衛邓弗里斯的高速逃邊壓迫，在右側內部還有加克波、薩莫維爾的穿插配合，而突尼斯左邊半個扇子的防區處於極度的混亂之中。在中場方面，突尼斯的中場是法蘭克福球星斯西里，還有剛剛改了國籍的赫迪拉。這2個人在中場低位防守時候的組接能力是突尼斯仅存的戰術方面的遮羞布。但是斯西里在對陣瑞典和日本的比賽中也都出現了導致丟球的致命的失誤。他賽後也公開表示，突尼斯完全沒有世界杯級別的水平，所以中場也士氣渙散。在這裡，荷蘭隊的德容和格拉芬貝赫組成的中場在控球和出球的精度方面絕對統治地位，他們會利用大範圍的橫向轉移徹底撕裂突尼斯的雙後腰的屏障。所以這場球在博彩市場方面，突尼斯爆冷取勝的賠率極高，可能性極低。
在讓球盤口方面，荷蘭队普遍開出讓 1.5 球到2球的深盤，而且市場對於大球的追捧也來源於突尼斯非常糟糕的防守。市場資金現在正在大量湧入2個組合盤口，一個是荷蘭隊獲勝並且進球數超3個，還有就是加克波進球並且荷蘭隊取勝。現在這個小組，荷蘭隊和日本隊同積4分，淨勝球也都是正4。荷蘭因為進球數更多，暫列小組第一。所以這一場荷蘭的目標不是單純出線而已，而是一定要多進球，多拿到淨勝球優勢。那麼老 K 最喜歡的是荷蘭右路的鄧弗里斯泥頭車。這個小孩啊，從小就是個淘氣包，閒不住。曾經在冬天把自己媽媽關在門外面，讓媽媽冷靜一下。他還喜歡給鄰居的自行車輪胎放氣，哈，可愛搗蛋了。在學校，他總是因為上課停不住的說話，不斷的說話，還有捉弄同學，經常被老師趕出教室。甚至有一段時間，媽媽每周都要去學校報到。小時候的鄧弗里斯加入了青訓，僅僅2年後就被解約，因為俱樂部認為他技術不好，而且主要是教練和隊友都覺得這個小孩很難相處，並且像菲耶諾德等等頂級的青訓營也先後拒絕過他。但是當他終於進入了鹿特丹的斯巴達青訓以後，17歲，鄧弗里斯曾經在更衣室裡放話，他告訴所有人，我以後一定會為荷蘭國家隊踢球。當時大家都笑了，沒人把他的話當真，可他最後還做到了。鄧弗里斯最初踢的位置是前鋒，直到後來到了職業梯隊，才逐漸被改造為右後衛。跟其他許多天才球員10幾歲就已經被頂級青訓體系包裝不同，鄧弗里斯一直到18歲還在低級別的聯賽踢業餘足球。他是在斯巴達鹿特丹迎來了職業生涯的突破，開啟了從荷蘭的小俱樂部一路晉升到意甲豪門國際米蘭，後面還可能去更大的豪門。那麼這一組另外一場比賽，日本和瑞典。先說結論，老 K 覺得日本取勝2-1或者2-2。那麼這場球冷知識，瑞典隊這邊24歲的前鋒埃蘭加，他現在效力於紐卡斯爾聯隊。這次世界杯，他自費將自己的私人攝影師帶到了訓練基地。世界杯開賽前，他就已經公開表示自己要建立一個龐大的專屬的後勤團隊，跟隨他前往美國。這個團隊會協助他保持在英超期間的各種日常習慣、體能和恢復訓練。所以在公開訓練的時候，埃蘭加突然跑向場地邊緣，熱情地擁抱了一個場外的女士。這位漂亮的年輕女孩只有23歲，是英國攝影師兼媒體內容創作者。她叫埃莉·威克斯，是埃蘭加在曼聯效力的時候就已經結識的密友，兩個人已經合作了3年。埃莉·威克斯每天全職工作就是跟隨埃蘭加拍攝他的生活、訓練和康復，並且幫他運營所有的社交媒體矩陣。所以這也引起了瑞典國內廣泛的討論。這反映出傳統的足球文化和現代的網紅社交個人品牌這種趨勢之間產生的碰撞。但他也是瑞典隊26個人裡面唯一一個自費僱傭還帶私人攝影師的。據攝影師埃利透露，埃蘭加對照片和視頻有高度定制化的需求。他最喜歡埃利用高幀率的慢動作捕捉自己在場上風馳電掣的速度感。而且現在在英超這種操作已經司空見慣。埃利的客戶還有 B 費，還有戈登，還有加納喬。但是瑞典隊第2輪就1-5慘敗給荷蘭。不知道這個時候他的隊友們、教練們再看到私人攝影師是什麼心情。那麼這場球戰術對位方面，日本的基本框架預計還是3-4-2-1或者3-4-3，三中衛保證出球和防守的寬度，唐安綠、宗春敬斗負責邊翼位的推進，伊東純也和連田大地在兩線間和內部區域接球，上田騎士負責衝擊對方的中後衛。而且日本隊會通過前場壓迫和快速轉換制造機會，而不是單純的只想守平。瑞典隊這邊呢，他們的控球技術不是特點，主要是雙前鋒壓迫禁區，伊薩克的移動能力，澤凱賴什的力量，這會考驗日本三中衛的防線。關鍵的區域要注意日本右側的內部，這裡有伊東純也和唐安綠，能不能在瑞典的邊翼位身後接球。然後是瑞典雙前鋒身後的第2點，日本的後腰和中後衛不能只盯第1點，必須要保護回做球。第3，瑞典邊路防守的橫移能力。林德洛夫在上一場賽後提到過，低平傳中和站位的失誤，這是他們1-5慘敗給荷蘭的原因。所以日本也很可能利用邊路傳中和內部區域的包抄，嘗試在這一點給瑞典制造麻煩。這場打日本，在賽前，瑞典主教練波特強調要攻守平衡，瑞典必須在進攻和防守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面對像日本這樣的強隊，只要陣型不緊湊，那麼日本的協調性、組織性和同步性
會讓球場看起來很大，他們的比賽會非常困難。而瑞典有一些在反擊的時候適合攻擊對方大空間區域的球員，但是防守也不能退得太低，不能太被動。瑞典队和波特已經續約到了2030年，瑞典足協高度評價他給球隊帶來了連續性。但老 K 由於過去在切爾西、波特的經歷我對波特總是持有懷疑的。這第2場輸了荷蘭一個1-5，第3場如果再慘敗給日本，哈哈。而在博彩市場和賠率方面，日本隊普遍被看好，他們的贏球賠率對應的勝率大概是 53%， 平局的概率約 26%， 瑞典取勝的概率約 21%。而在 2.5 球的大小球盤口，資金呈現出極其鮮明的大球傾向。因為瑞典队面對必須贏球，只有這一個目標，所以在比賽中期後期必然要大舉壓上。那麼他們後防線的核心在面對日本快速轉換時候，在移動速度方面有劣勢，就很容易給擅長打身後的日本队留出致命的在中后場大片的空間。還有瑞典队近期的比賽，最近6场正式比賽全部產生了 3.5 球以上，而且連續8場比賽雙方都有進球。簡單說，這一場很可能是對攻戰。好的，土耳其對美國這場球很難呀，老 K 傾向於美國不敗，但偏謹慎，最可能的比分1-0或者1-1。美國隊的整體節奏和信心更好，而且有主場的優勢。土耳其队前2場0進球，而且已經出局。但如果美國大幅度的輪換，比賽強度有可能下降。但好消息是，美國隊長普里西奇已經完全恢復，他之前受傷的小腿现在感覺已經很好了，這2天已經非常接近100%的狀態，也已經恢復訓練。他自己已經準備好參加對土耳其的比賽。恰爾汗奧盧在雙後腰的位置負責把控節奏，還有一腳長傳。居萊爾在前腰和右側內部區域活動，伊爾迪茲從左路和左側的內部內收，還有卡蒂奧魯等邊後衛，他們的前插可以提供寬度。儘管前2場打得不好，但土耳其仍然實力強大，他們可以通過中場邊後衛和前場的雙子星，也很有可能知恥而後勇，造成多點的突破。美國隊呢，在波切蒂諾的手下更強調壓迫、轉換和邊路的推進，特別是在沒有普里西奇的情況下，對澳大利亞一戰仍然能用德斯特、安東尼·羅賓遜、佩皮、巴洛貢等人保持了對前場的壓迫和推進。現在美國隊的定位球和快速傳遞進步很大，比過去更有組織。土耳其隊在創造了尷尬的記錄，狂轟了62腳射門，卻沒有一粒進球。他們現在承受着巨大的羞辱，所以觸底之後很可能會激進的辯證。美國隊因為已經確保奪得了小組第1，所以這場比賽會完全針對淘汰賽進行備戰，進行檢驗。另外，現在他們有多名球員都身背1張黃牌，如果小組賽末輪再得黃牌，在至關重要的1/8決賽就會被強制停賽。所以為了保全大局，得了黃牌的幾個人肯定會被冷藏。至於普里西奇，估計教練組也不會冒險讓他首發，更大的概率是繼續採取預防性的保護，最多給他最後20分鐘的適應時間。現在波切蒂諾在美國已經被視作帶球隊復興的教父級的人物，他打出來的這種高壓反搶、直接的反擊，還有在位置方面的流動性，這一整套戰術體系已經完美的灌輸給了美國。本身美國隊的身體素質就極其拔尖兒，戰術方面，波切蒂諾很有創意的啟用了雙右後衛的體系，年輕的弗里曼承擔偏向於傳統的防守任務，而邊路騎兵德斯特被賦予了很大的自由度。在進攻的時候，他可以作為右邊翼位前插，而在左路，安東尼·羅賓遜則是充當整個左邊路的推进器。還有在更衣室管理，波切蒂諾是一種世界頂級的鬆弛感的管理方式。他還說過一段話：我之前和一位在1986年代表我們阿根廷隊贏得世界杯的好友聊過，他對我說，在極度放鬆的狀態下，你反而能夠變得無比專注和無比聚焦。我認為我們正在試圖營造一種讓球員感到非常舒服的氛圍，在準備工作的每一個專業的細節裡面，讓球員去擁抱和理解我們對他們的期望。所以波切蒂諾給球員卸下了心理的重擔，同時又給予了他們極高的戰術信任。這種哲學讓目前的美國隊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全隊不僅是踢着極具觀賞性的足球，賽後還和現場數萬名觀眾一起高歌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和球迷們之間建立了很強烈的情感的羁绊，所以美國觀眾成了美國隊最好的第12個球員。這一場戰術对位的關鍵，兩支都是高壓逼搶風格鮮明的球隊。土耳其進攻的核心在於對空間的利用，
主教練蒙特拉本輪很可能啟用烏尊出任前腰，這樣可以和左路游走、隨時可以內切的居萊爾在進攻的內部區域形成地面的滲透合力。而美國2名首發的後腰貝爾哈特和蒂爾曼，他們的任務便是在兩線之間要進行密不透風的絞殺。如果美國的後腰群能夠鎖死恰爾汗奧盧在後場的長傳的發牌路線，能夠阻斷他向居萊爾和烏尊的傳球的線路，那麼土耳其的地面攻勢就會再次演變成第一輪、第二輪那種只能單調、只能低效的在外圍進行遠射。反之，如果居萊爾利用自己的超凡的技術，在內部的狹小區域把球給摘出來，那土耳其的正統中鋒居爾就能夠得到比賽至今都極度匱乏的高質量門前包抄的機會。還有在邊路推進方面，卡迪奧盧是土耳其隊中最能夠突破的、侵略性最強的邊後衛。他在左路高頻率的直插、套邊和內切傳中，幾乎一個人承包了土耳其邊路推進的大半江山。所以美國隊在右邊的防線在這一次輪換也會面臨嚴峻挑戰，能不能利用高強度的逼搶壓制住卡迪奧盧的縱向的推進？如果美國隊在這一側逼搶的力度不足，給了卡迪奧盧送出從容起腳的機會，那土耳其队就可以通過邊中結合，很可能會打破他們在世界杯現在尷尬的進球荒。第三點，土耳其的防線在面對美國高強度的快速反擊和身體对抗的時候，他们的落位防守，他们轉身的速度會怎麼樣？要知道前2場比賽，無論是澳大利亞還是巴拉圭，都曾經多次利用簡單粗暴的長傳球和快速的身後球，使得土耳其的後防風聲鶴唳。而現在波切蒂諾的戰術哲學恰恰最強調極快的垂直速度和進攻的流動性。即使巴洛貢替補，那麼像佩皮、像蒂莫西·維阿這2個人依然有頂級的爆發力，還有無球反越位的跑動速度。所以一旦土耳其人久攻不下，雷納在反擊中一腳精準的身後長傳，那麼佩皮和維亞就可以利用速度直接單挑土耳其的防線。那麼在博彩市場和賠率方面，美國隊作為東道主，他們的班底更深厚，所以在數據面處於明顯的優勢。但是賠率在賽前也出現了微妙的移動，美國隊獨贏的賠率已經微調到了 2.5， 土耳其獨贏的賠率升到了 2.66， 平局的賠率在短時間內由 3.6 收縮到了 3.4。 所以聰明資金的趨勢正在表明，部分資深的投資者更看好雙方在沒有出現壓力下是一場平局。市場預期這可能是一場缺乏進攻高潮、早期比較沉悶的比賽。土耳其的鋒線轉化率低，所以即便面對輪換的美國隊防線，也很難輕鬆地打破進球。那麼在博彩市場和賠率方面，由於美國隊現在積6分領跑，澳大利亞隊和巴拉圭隊同積3分，土耳其0分墊底。净勝球方面，澳大利亞0個，相比巴拉圭的-2有着微弱的優勢。所以澳大利亞隊只要取得平局，就將以小組第2直接出線。巴拉圭隊由於净勝球劣勢，他們必須全力爭勝才能拿到小組第2。這一場從賠率來看，市場普遍認為這是一場很膠著但偏向於低比分的防守大戰。巴拉圭隊仍然被微弱的看好，但市場預期2個隊很可能在下半場達成一場默契的平局。好，這個小組另外一場巴拉圭對澳大利亞，老 K 傾向於戰平，最可能的比分1-1或者0-0。這2個隊都很有意思，他們在世界杯歷史上有很高的小球概率。澳大利亞近8場世界杯有6場打出了小球，巴拉圭在晉級的路上贏球絕大多數也是1球小勝。目前的形勢，只要打成平局，2隊攜手出線的概率極高，所以最有可能是上半場雙方看起來拼搶很激烈，體能消耗很大。但是在最後的階段，只要雙方比分維持在平局，2隊都極大概率會選擇維持現狀，放棄高風險的壓上進攻。特別有意思是巴拉圭，他們的主教練阿爾法羅，這是個哲學大師啊，也是個堪稱盾牌一樣的教練。第一輪1-4慘敗給美國之後，當時巴拉圭國內的輿論一度對他是口誅筆伐，但這個狂人在第2輪比賽賽前將所有的火力主動攬在自己身上。他說，請支持球員們，如果你們非要批評誰，那就衝我來，小伙子們，我的臉皮厚得很，所以把飛鏢和子彈都朝我射吧，但是請保護和捍衛球員們。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世界杯結束我就會離開，但這些球員會留下來，他們會繼續代表這個國家。阿爾法羅這種近乎悲壯一樣的護犢子的行為，在巴拉圭更衣室內引發了強烈的精神共鳴。
直接促成了第二輪比賽只有10個人的巴拉圭竟然擊敗了土耳其，堪稱奇蹟。另外，阿爾法羅還炮轟了國際足聯在本屆世界杯各種新規則，尤其是每半場就要進行的強制補水暫停，以及那些非常繁瑣的 VAR 干預。他認為這些商業性質很濃的規則閹割了足球原本的面貌。而澳大利亞隊在第二輪0-2完敗給美國之後，主教練波波維奇陷入了他執教以來最嚴重的信任危機。爭議的核心在於，波波維奇打美國竟然將第一輪贏球的功臣在德甲拜仁慕尼黑嶄露頭角，現在效力於沃特福德的18歲超新星伊蘭昆達雪藏，還將德乙圣保利的中場梅特卡夫也雪藏，反而重用了在本国聯賽表現平平的老將萊基和維魯皮萊。那麼這一場生死戰，戰術格局將呈現出極端的非對稱性。巴拉圭由於阿爾米隆的缺陣，他們在前場的球路組織和推進效率將大打折扣。主教練阿爾法羅不得不重操過去的舊業，利用極端高強度的中場绞殺和防守落位來壓制澳大利亞，而波波維奇的澳大利亞也絕對不會主動大舉壓上。那麼關鍵的對位，在沒有了阿爾米隆在10號位的拉扯之後，巴拉圭的恩西索成為了前場唯一的自由人，他會頻繁地在自己前鋒薩納夫利亞身後進行斜向的插上和遠射。而澳大利亞的中後衛1.98米的蘇塔爾，他控制高空球有着絕對優勢，但是在面對恩西索這種非常靈活、擅長在內部區域突擊的南美矮腳虎的時候，他的橫向移動偏慢，轉身偏笨重，這樣的弱點很容易暴露。所以齊爾卡蒂就必須頻繁地進行協防，甚至不惜戰術犯規。第二個關鍵對位，澳大利亞在邊路的反擊和巴拉圭防守型的邊後衛。要知道，巴拉圭的防守基本盤就是他們極為強悍的邊路落位，左後衛阿隆索，右後衛卡塞雷斯。而這一場，澳大利亞很有可能會首發年輕的伊蘭昆達。伊蘭昆達無與倫比的爆發力、速度、無球的空切，這將是巴拉圭防線最大的噩夢。只要巴拉圭壓上幅度過大，那澳大利亞的雙後腰就可以利用長傳找到巴拉圭邊後衛身後的真空地帶，由伊蘭昆達進行定向的爆破。第三點，巴拉圭的後腰庫巴斯，前2場比賽他是本屆世界杯上的犯規的機器，2場比賽各自完成了高達5次犯規，但是竟然奇蹟般的沒有領到1張黃牌。這一場庫巴斯直接對位澳大利亞的傳控核心恩格斯特勒和突破手沃爾帕托，那麼他能不能繼續通過自己高質量高密度的戰術犯規切斷澳大利亞中場和前鋒图雷的聯繫呢？這會直接決定巴拉圭能不能拿到比賽的主動權。那麼場外值得注意的是，本場比賽由於第二輪當時的規則和輿論風暴的影響，阿爾米隆觸犯了捂嘴規則，被紅牌罰下。巴拉圭國內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抗議，他們的著名電視主持人維拉在 ABC 電視頻道直播的時候情緒徹底失控，公開在節目中辱罵當值主裁判巴頓是小偷，還指責國際足聯的主席因凡蒂諾，還指責南美足聯主席多明戈斯，說這種捂嘴就要紅牌的規則簡直是殺死了足球。隨後國際足聯就做出了很有爭議的嚴厲處罰，直接剝奪了維拉的世界杯媒體採訪權，直接無限期的禁止他參與任何與本屆世界杯相關的報道和現場的入場。哈哈，維拉隨後被迫在社交媒體向國際足聯公開道歉。這件事情在南美足壇引起很大的反響。過去巴拉圭的傳奇門將齊拉維特也再次用非常暴烈的語言聲援維拉，直接向國際足聯開火，可謂是賽場內外都炒成了一鍋粥。那麼冷知識，巴拉圭的中場球員恩西索，他跟爺爺的感情非常深，他自己人生中第一個紋身就是為了紀念爺爺，這樣他就可以將爺爺一直帶在身邊。爺爺的夢想就是看到他參加世界杯。小時候的恩西索經常和爺爺和父母一起看世界杯的比賽，爺爺還送給他一件國家隊的球衣。所以恩西索有個秘密，他將爺爺的照片放在了護腿板裡面，每場比賽開始之前都會先看一眼那張照片，再把比賽獻給爺爺。恩西索的父母也是他的英雄，為他付出了一切。一開始並不支持他紋身，但恩西索想去體驗一些新的東西，他所做的紋身都是為了永遠記住他自己來自哪裡。恩西索還有一個獅子的紋身，代表國家隊。另外還有數字10，因為他非常喜歡10這個號碼，也是為了致敬偶像小羅和馬拉多納，他們是恩西索童年時代的英雄。所以參加世界杯對恩西索來說就是在完成爺爺的夢想。
法甲斯特拉斯堡22岁的年輕球員恩西索在國家隊真是越踢越像個真正的球星了。OK， 感謝大家的支持。如果喜歡的話，請您訂閱本頻道，也歡迎您點讚、評論、分享和熱推。咱們明天再見。